10个吃火锅的卫生雷区，看似涮熟实则全是寄生虫。第一条，99%的人都在做。你以为吃火锅涮一涮、蘸一蘸，美味又过瘾？但你是否知道，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火锅习惯，其实是引虫入室的自杀行为？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个吃火锅时最容易踩的卫生雷区，每一步都可能让你病从口入。第10名，冷热交替，冰饮配火锅，一口滚烫的毛肚，一口冰镇的啤酒，爽！但你知道吗？当你的嘴巴在狂欢时，你的胃正在惨叫。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刺激，等于是给你的肠胃来了一次急刹车，再加一脚油门，消化系统瞬间紊乱，腹痛腹泻就是它给你最直接的报复。把冰饮换成常温的凉茶或酸梅汤吧，别用你的肠胃去挑战物理极限。第9名，迷信7上8下，毛肚鸭肠烫几秒就吃。火锅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毛肚鸭肠的7上8下。你以为烫几秒吃进去的是爽脆鲜嫩？大错特错！你吞下去的这些动物内脏，恰恰是寄生虫如猎头鼬和细菌如弯曲菌最容易潜藏的地方。那短短几秒的沸腾，对这些顽固的入侵者来说，不过是洗了个热水澡而已。想安全享用，记住，牺牲那一点点口感，让它在滚汤里多煮一会儿，才是对你身体最大的负责。第8名，先吃肉后吃菜。很多人认为应该先吃肉，吃到半饱再涮点蔬菜解腻，但这种一上来就空腹吃肉的做法，会让大量的油脂被身体照单全收，导致热量瞬间爆表。而真正聪明的吃货，懂得火锅的黄金顺序，先涮一些土豆、红薯等淀粉类主食垫肚子，保护胃黏膜，然后涮各种蔬菜和菌菇，增加饱腹感和纤维摄入，最后再涮肉类和海鲜。这样不仅能控制总热量，也更符合健康的膳食结构。第7名，边涮边吃，刚出锅就入口。火锅桌上最要命的习惯是什么？就是刚出锅的食物，吹2下就猴急地送进嘴里。你以为你在品尝鲜美，实际上你是在用100度的沸汤给自己娇嫩的口腔和食道上刑。记住，每一次烫伤后的修复，都可能是一次细胞的异变。食道癌很多时候就是这么一口一口烫出来的。所以别着急，把捞出来的菜在碟子里放一放，温度降到适宜后再入口。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吃不了健康的火锅。第6名，所有食材一锅烩，汤底反复沸腾，一锅汤从头煮到尾。随着长时间的沸腾，所有的脂肪、盐分以及来自海鲜肉类的嘌呤都被浓缩进了这锅汤里，把它熬成了一锅高脂、高盐、高嘌呤的魔鬼汤剂。它不仅会摧毁食材中宝贵的维生素，更是痛风和心血管问题的超级催化剂。想自救？很简单，中途时不时加点清水稀释一下。第5名，活体上桌，比如活蹦乱跳的鱼虾，甚至还在蠕动的泥鳅。这看似新鲜，实则隐患重重。这些淡水鱼虾蟹是肝吸虫、肺吸虫等寄生虫的重灾区。活体下锅，如果为了追求鲜嫩，烹煮时间不够长，寄生虫极有可能没有被杀灭。而且处理这些活物时，砧板、刀具、餐具，甚至你的手都可能被寄生虫污染，造成交叉感染。为了健康，尽量选择处理干净的冰鲜或冷冻食材吧。第4名，追求鲜嫩，肉片变色就捞。肉片刚变色，还带着一点粉红，就迫不及待地捞起来吃。特别是猪肉、羊肉，这种做法风险极高。猪肉里可能有旋毛虫、猪仔绦虫，牛羊肉里可能有弓形虫。这些寄生虫的虫卵或幼虫需要足够高的温度和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被彻底杀灭。建议无论是肥牛、羊肉卷还是猪肉片，都务必涮至颜色完全变白，看不到任何粉红色再食用。第3名，火锅汤底打包回家。我们前面说过，煮到最后的火锅汤是高脂、高盐、高嘌呤的混合物，本身就不健康。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汤底隔夜存放会给细菌的繁殖提供完美的温床，并且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急剧升高。用这样的老汤煮面，等于是在吃一碗健康定时炸弹。所以无论多么美味，吃剩的火锅汤底请务必倒掉。第2名，生熟不分，共用碗碟。比如用装过生肉、生海鲜的盘子，顺手就去装刚烫好的熟食，或者在自己的碗里放一些待涮的生食材。这会导致生食上的细菌和寄生虫卵直接污染到你的熟食上，之前高温杀菌的努力全部白费。想吃得安心，很简单，准备2套餐具，生熟严格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第1名，生熟筷子不分。
用同一双筷子，既加生食又加熟食入口。火锅桌上，你的筷子就是最大的内鬼和刺客。想象这个画面，你用筷子夹起生肉下锅，此刻无数的细菌如沙门氏菌、弯曲菌和顽固的寄生虫卵就已经占领了你的筷子间。你以为筷子跟着在滚汤里涮了几下就没事了？天真！那点温度和时间，对顽固的虫卵来说根本不痛不痒。然后你用这双携带着千军万马的筷子，夹起烫熟的食物送进嘴里。恭喜你！你亲手绕过了火锅唯一的安全防线高温，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特洛伊木马式投毒。所以下次吃火锅多放一双公筷在桌上吧，这个小小的习惯是你对自己肠胃最大的保护。好了，今天介绍的这10个火锅雷区，哪一条最让你感到中枪，或者你以前从未意识到？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对吃火锅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爱吃火锅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